我们先来看一段短视频。One of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we get is, do we take NR or NMN? Both of these are supplements that people take to increase their intracellular NAD level. Now, as we age, these levels go down, so to supplement them, you want them to be brought back up. In a way to try to offer something meaningful in this debate, I tried both of these for 90 days. For the NR, I tried True Niagen, and for NMN, I tried J Infinity's Vitality. They both worked. They both allowed me to achieve NAD levels equal to a 16-year-old. 借助这个字幕，我想大多数人都已经搞清楚视频的核心意思了。这位小哥呢，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他人肉测试了 NMN 和 NR 之后，发现两样东西对他来说都起作用，让他的 NAD 加水平恢复到了16岁的状态。但其实真要较真儿的话，这个结论也不怎么严谨。你想，一个人测试的话，先吃了一个，再吃了另一个，最后指标究竟是哪个搞上去的，也很难说，是吧？不过之所以还是放了这个视频，是因为这个视频里的主角 Brian Johnson， 今年44岁的他是一个硅谷的亿万富翁，有钱了之后呢，天天研究怎样返老还童。为此，他雇佣了30多名医生和健康专家，一个月要接受几十次不怎么愉快的医疗实验，每天还要吃300多粒营养补充剂。有钱人的世界，课代表搞不太懂啊。今天这条视频也不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事儿了，而是要说说 Brian 试图说明的一个事情，其实也是我们很多顾客问的问题。NMN 和 NR 两种抗衰老的产品，我们应该选哪一个？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我是课代表 Tim，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网址是 livepluscanada.com。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NMN 和 NR 其实都属于维生素 B3 的衍生物，在天然食物和人体当中广泛存在。它们作为营养补充剂呢，都是为了提高人体内 NAD 加的水平，让细胞内的发电站，也就是线粒体正常工作，从而起到抗衰老的作用。有关 NAD 加的话题，我们在前面的一期视频里详细讲解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回去看看啊。因为都是维生素 B3 的衍生物，所以其实 NMN 和 NR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它俩本来就是一家子。从分子结构上来说呢， NMN 就像是戴了顶帽子的 NR， 这顶帽子其实是一个磷酸的基团。在人体的细胞内， NR 类似是一种 NMN 前体的物质，就是 NR 要先转化成 NMN， 然后 NMN 再借助辅酶转化成 NAD 加。但你是不是就要问，这是不是就说 NMN 就比 NR 更有效果？其实啊，还真不一定。请注意，前面所说的过程是人体细胞内自然发生的转化过程，但当人体通过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这两种物质时，情况就刚好反过来了。因为 NMN 的分子比 NR 要大，而且 NR 有一个 NMN 不具备的能力，就是可以直接通过细胞膜上的特定交通工具进入细胞。所以口服的 NMN 要想进入细胞发挥作用，首先要在细胞外转化为 NR， 然后再进入细胞内。所以你看，两种成分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体内很多时候也分不清你我。那为什么你读到的很多文章会信誓旦旦的说 NR 好过 NMN， 或者是刚好反过来，就是 NMN 好过 NR 的结论呢？其实都是厂商的利益的选择，就是卖 NR 的会说 NR 好，卖 NMN 的会说 NMN 好。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规模的人体实验直接去比较究竟谁比谁更强一点。那 NMN 和 NR 究竟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两种补充剂都属于比较新的成分，但相对来说 NR 推向市场的时间会更久一点，所以人体临床实验更多，安全认证也更多。如果你比较在意有很好的临床数据支持，追求温和稳定的效果，那么 NR 会更适合你。但如果你更愿意尝试新的东西，而且对价格不是太敏感，那可以选择 NMN。 更具体一点来说，如果你是女性，希望长期选用一种产品来延缓衰老，保持状态，那从性价比和安全性上考虑，选一款 NR 产品长期服用更合适一些。因为有不少临床实验显示 NR 比较容易被皮肤细胞吸收，对胶原蛋白的合成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维持肌肤弹性和光泽。如果你是商务人士或者运动人士，开车就喜欢猛踩油门那种，有短时间提升状态的需求，可以选择 NMN。 因为就目前的大众反馈来看， NMN 的体感来得更直接一点。这两种产品都比较新，而且定位比较贵族，意味着利润空间会比较高，所以吸引了很多厂商来淘金。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上
就要稍稍留意一下。NR 的选择相对容易，认准专利成分 Niagen 就行，因为目前的临床实验基本都是基于这个专利成分进行的。前面那个硅谷小哥 Brian 用的就是这个成分，所以选它不会出错。那比如这款专业品牌的 Designs for Health 每天2粒，除了可以摄入临床剂量的300毫克专利成分 Niagen NR 之外，还可以补充200毫克的反式白藜芦醇和50毫克的紫檀萁提取物，可以进一步发挥协同作用。那 NMN 市场目前不像 NR 那样有公认的可靠选项，所以选大品牌的产品可信度会更高。比如之前我们推荐过的 Natural Factors 的产品，每粒含有150毫克的 NMN， 或者如果你想体验更强的效果，可以直接选 AOR 的 NMN， 一粒含600毫克的 NMN， 其实价格也不贵，但质量是非常有保证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如果你希望购买到视频里提到的这些产品，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vepluscanada.com， 或者在视频里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那想提醒您的是，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